Hello， 大家好。这个蝴蝶兰用水苔种植已经有1年了，通常1年左右就需要换植料。为什么呢？看看上面这一部分的根全都死了，水苔呢也木化得非常的厉害，都变粉了。这棵蝴蝶兰从外表看，它的根长得还是非常健康的。下面这些水苔的情况比上面的那些水苔要好一些，但是呢，也是开始发黑了。把水苔拆开，看一下里面的根的情况。用水苔种植，用的水苔的量不是很多，很容易就把它全部拆开了。拆开之后，看一下里面的根还是比较好的，冲洗干净，再来看一下它们的根的情况。看看上面这一层的根都已经开始腐烂了，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通常烂根都是在盆底，或者是里面的根烂。而这一棵蝴蝶兰的根呢，下面那些还长得好好的，就是上面那一层全部都开始变烂了，都是接近头部那一部分腐烂，下面的根都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水苔的原因了。刚才大家都看见那些水苔已经发黑，一摁都变粉了，它已经开始木化。已经变质的水苔对兰花的根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检查过我所有用水苔种植的蝴蝶兰，刚刚种上去的没有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差不多有1年的，几乎每一棵蝴蝶兰都是这种现象。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都会给我的蝴蝶兰换植料。今天用的杯子有一点奇怪，杯子底下面1/3的地方打满了洞，靠近杯子底下面也是没有洞的，而上面2/3的地方也没有打洞，这是为什么呢？底下面也没有打洞。在揭开谜底之前，首先看一下另外的一棵蝴蝶兰。这个蝴蝶兰也是跟刚才那一棵一样，看一下这些根，都是上面这些根干死的，也是用水苔种植。换掉水苔，用树皮种植2个星期了。这个杯子是没有打洞的，只是底下面打了洞，侧面是没有打洞的。对比一下里面的植料，下面的树皮鹿藻土还是非常湿，而上面这些树皮鹿藻土呢，已经非常干了，应该浇水了。如何让下面的水分干得快一点呢？这就是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把下面1/3的地方打了洞，这样空气流通好一些，水分散发的也快一些。现在我在杯子底下放了一层陶粒，杯子底下面是没有打洞的。今天用的植料跟刚才那一棵用树皮种植的又不一样，今天主要的是用椰壳，植料的比例大概是60%是椰壳，40%是一点点树皮、木炭
鹿藻土跟浮石。树皮、木炭、鹿藻土、浮石这几个材料可以用珍珠岩代替。为什么我要用椰科来种植蝴蝶兰呢？说来也非常的巧合，最近一段时间，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的跟我分享他们用椰科种植蝴蝶兰非常成功的经验。昨天呢，在群里刚好又碰到另外一位网友分享他用椰科种植的蝴蝶兰，发出来的照片看上去蝴蝶兰长得非常的健康，开出来的花也非常的茂盛饱满，就让我开始心动了。心动就马上行动，就有了今天这个视频了。我放鹿藻土跟浮石的目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用椰科来种植。我们都知道椰科的吸水性非常的好，在没有掌握好浇水的技巧之前呢，我放了鹿藻土。鹿藻土干湿的区别非常的大，湿的时候它是橙黄色的，没有水分的时候它是白色，所以呢就非常容易知道里面的水分是湿的还是干的。放上浮石就是让里面的空气流通好一些。现在看一下，杯子下面1/3的地方打了洞，这样下面这一层呢，应该干的就比较快了，就不会像刚才那一颗那样，下面还是湿的，上面的植料已经非常干。希望我这样的处理方法会比较容易掌握好浇水的时间。不论用树皮种植还是用椰科种植，浇水的时候呢，最好是给它泡盆。这个杯子底下面是有洞的，就直接用一个外杯放满水，大概1-2分钟就把它拿起来沥干水分也就可以了。这棵蝴蝶兰种植了2个星期，新的根尖已经开始生长。这是我第一颗用树皮种植的蝴蝶兰，希望它能好好的生长。而这一颗蝴蝶兰杯子底下面是没有洞的，浇水的方法也是泡水，泡完水之后沥干水分就可以重新挂起来了。这一颗就不需要一个外杯。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谢谢您的观看，拜拜。